城池已探查清楚，粮草就在此柴后方。传令下去，大火点着之后，不许恋战，速速撤离，除非碰到老胆的、丧胆的，给我往死里砍！好。余下的分成2队，一队让到对面策应，听信号，动手。大佬，这少说也有2个指挥啊，还有披了甲的，退吧。不急，把力使了，就去拿了那条大鱼。走，哎，跟着大佬冲！车臣快走，我等殿后，快走啊！尔等男人甚是无趣，难怪杰里大夫不愿意陪你在这儿熬着，早早的回南再睡觉去了。嗯，太尉，太尉，太尉，南战失火！什么？南战？将士们，多喝口酒，暖暖身子，壮壮胆儿啊！喝酒吗？喝。启禀主帅，末将率18支会
自营后出寨向东，绕过阴山，沿南清河向西折，焚毁了张逆屯粮的南寨。你的18指挥，只剩下你身后这些人马了吗？而让我们以命相护，助我生擒契丹御史大夫耶律杰里，混账东西！小畜生，用兵之道，守在池中。可是你一贯的行险赌命，自己献了便也罢了，却要折了我骑兵指挥，坏了我守城大计。你有几个脑袋？我梁之罪，滚下去带队！诺。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他是契丹贵族，除了令公，谁敢处置？我会亲自押解他进宫的。带下去！来人，在。这次多亏了大郎，给他撕一条羊腿，端一盆热汤过去。诺。喝酒吗？痛快。赵匡胤，字元老。正是在下。郭荣，字俊贵。郭太尉家的千里马，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小司空不胜酒力吗？没看见在喝吗？司空就是司空，喝起酒来也是1分3品以上的计较啊！什么司空不司空？小弟钱弘处，字虎子。哎呀，有你在身边，夜间急切的时候，怕是都不用出门了。去你的！大郎，大郎，这儿呢。哪儿来的？太尉赏你的，兄弟们都说你是好样的。滚！不白喝你的，一起吃。好久不客气了。突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小岁之夜。10年前的小岁，父王问我：“此生何所愿？”我那时好玩，当着一众哥哥的面说：“我要出海，我想去看看《山海经》里的鲲鹏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”天下的阿爹都一个样，心里明明开心的紧，嘴里却恨不得把你给剁了。我10岁那年，也是小岁，阿爹问我长大以后要干什么，我说：万军之中，临敌能陷阵，成未获之功，于愿足矣。当夜便是一顿好打。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问你话呢。没有。真无趣。早知你如此扭捏不爽利，当日便不救你了。
生在这个世道里，想要什么，似乎都不对。我记得去年的小岁，我正好在晋阳。当时我父亲心绪不佳，和家中的弟弟妹妹年纪太小，只能我带众人去问父亲。小岁当问来年夜，父亲平素简约，在军中颇有威望，却始终不得拜节镇。父亲心中可有所憾。郭太尉怎么说？他说：“高绝后路，无足论。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，于愿足矣。”好美啊！再煊赫的盛世，也终有落日；再不堪的乱世，也终会迎来日出。再一会儿人缓啊！好了。第10日了，只怕过了这个冬天，汴梁城里就没有活人了。天寒地冻，守城固然艰难，可攻城的贼众只会更难。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。城墙可视，人心不可视啊。最初几日，凭着一腔义气热血，一番高绝后路，尚可支应。如今10日过去了，渭南多变，人之常情。再加上天寒难耐，敌中也不是孤军一支啊。杜重威在腋下还有5万兵。更不要说他背后的契丹人。倒是朝廷这边，号称征朔，有一个天子，却也没有一般了。朝堂上，也就剩下一个冯令公老头子，苦撑危局。京师之外，谁还在乎这个朝廷？
谁还在乎这数十万的生命礼数啊？外无必救之兵，则内无可守之臣。罢了。看来今日是无仗可打了。回去冯令公复命吧。你说什么？整肃兵马，撤回到皇城里。撤回去？那这城呢？不守了？当日令公颁下的军命，便是守城10日。如今10日已满。君贵兄，你是在与我说笑吗？元老，撤军吧。趁着现在张燕泽的军队还未调动，带着弟兄们撤回到城里。浴血11日，死了的、活着的，都是好汉子。眼下，你们能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，余下这些弟兄，不当枉死。枉死！守城那一日，副帅给了我18个指挥，满编18个指挥，是2221人。如今只剩下800余人。你现在跟我讲他们不当枉死？柴军贵，你们真他娘的无耻！不会有援兵的。我知道，再守下去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没有副帅的将令，此地便是某等葬身之处。太尉有令，全军撤回成功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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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郎，咱就这么走了？娘的，怎么这么窝囊？再打也打不动了。撤啊！那一开始就别让我来呀！行了。这便完了吗？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我不明白，没有援兵，京师终归是守不住的。既如此，10日之前又是何必？为了一个体面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为了这样一个体面，值得吗？杜令公阵前降敌，张彦泽奔袭京师，为的不过是在契丹天子驾前下注，以效法先帝入主京师，鼎革大宝，君临天下。效仿先帝，
也做儿皇帝吗？若契丹天子肯认这个儿子，杜令公与张彦泽自然会抢着认下这个爹。此国贼也，汉贼不两立，人心沦丧，无忠无义。在胜负面前，世人大多都会选择胜，而抛弃义。苍生社稷，忠孝节义，难道不是最无价的吗？这世上啊，真正无价的东西必是有的，只不过，在这朝廷的大殿之上，任何东西都必然是有价格的。不能以价格相问的东西，根本不会出现在这朝堂之上。你若不算，你便不配站在这里。令公和相公，是想看看如今这天下究竟有谁肯在大势已去的朝廷身上下注？北国势大，中原衰微，在大多数人眼中，胜负已定。若让尊兄来选，是压朝廷，还是压契丹呢？可令公与桑某，却只能压朝廷。这10日之战，便是要告诉天下人，在此人心背离之际，依然还有人在压朝廷。我倒是哪个大胆的错的，却原来是桑相公。你来得真慢啊！无礼！这是桑相公。我奉契丹天子诏命，接管开封府衙。桑相公，你素来是识时务，想必不会阻拦。我这个开封府尹还在，你接管不了。算了，不肯奉诏。你这阿臧杀财，明明死期当至，还自以为得机，实在是夏虫不足语冰啊！少尉，你莫要给脸不要脸。桑某卖了燕云16州，宜修万户。而与杜重威卖了河北和京师30几个州郡，却又哪里来的脸面道诏给桑某？印信何在？砸了。户册与案卷呢？烧了。你这是得了失心疯，还是患了痰症迷了心窍？诸般筹谋，窥暗室，一番计算，总成空。桑某的路已然走完了，能以这条命堵住你和杜重威的路，也算是不亏。这条断头路，先帝能走通，
杜重威却走不通，你更走不通，因为你是一个蠢货。好，桑维汉作为后晋一朝的宰相，旧五代史称其辟邪之治、地构之功，亦可谓社稷臣矣。新五代史亦称灭唐而兴晋为汉之利也，其谋士之略、治政之能，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可与推崇。然而，作为出卖燕云16州的直接责任人之一，也因此受到了后世儒家士大夫的严厉批判与鞭笞。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在《独通鉴论》中态度鲜明地批判桑维汉曰：“祸及万世，则万世之罪人。”中军，末将在。晓谕全军，给假3日，全城大肃。打头阵的弟兄，大封第1日，其他人2、3日。让弟兄们记好时辰，大后日晚间驱使各自归队。谢太尉。